在台北市近郊有一片生长茂密的森林，有些人觉得它很美丽，有些人认为它需要整形。经过改造的森林真的会变美吗？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为森林整形的必要性呢？看到在这里，哇，好厉害！那个是叶修。手放上面，你看他喜欢手往上面走。因为我们住很近，所以我们就会走路上来。一方面就是散步啦，一方面也是小朋友就喜欢观察一些生态嘛。那以我女儿来说啦，她对植物、生物有特别的情感。对，可能就是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像曾经我们也考虑说要搬家转学这一些的，她是真的是很不愿意，因为她就觉得她太喜欢这边了。这里有松鼠，位于士林区与内湖区交界的大仑尾山，蕴藏丰富的自然生态。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进行自然观察。荒野保护协会的植物调查也已经持续10年，记录到不少稀有植物。那像这样的一棵濒危植物，其实是很少有它的一些物后的资料。那以我们的观察来讲，我们就知道说，它1年开2次花，分别是在春天跟秋天。那它大概是在5月的时候，主要的花期在5月，跟大概在10月的时候。那现在是它的结果期。这棵不起眼的小树苗，其实是被台湾维管束植物红皮书列为濒危等级的百果基齿树。这里面的高度是多少74公分。好，这个月长到74公分。以前你开始植掉的时候，它大概多高啊？大概60几吧。那时候量的时候它60几，而且叶子也很稀稀落落，大概有时3叶。现在真的是长那么高不容易，因为这边阳光没有那么充裕，所以呢，它的要生存是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每个月来，我们都会特别在看它一下，看它是不是还有继续长高，它叶子生长状况，看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很适合它生长。我们都以为它快不行了，但是没想到它长得越来越好。多样的植物种类为不同蝶类提供食草与蜜源。这条大仑尾步道我们在这边已经调查了超过10年，我们从100年，就是2011年开始，那今年已经进入第11年。那我们每个月会来这边调查一次。那我们调查的结果，目前大概有150种左右。经年累月的长期观察，让生态团体与居民培养出对这片森林的深厚情感。但在今年3月底，他们陆续发现原本茂密的林地，总计有10公顷遭到砍伐，只留下一些零星的树。是铁东筋，这个很大哦，量一下，帮我们量一下。量一下哦。量一下它这样砍掉的这个。好。它很稀少吗？它不是很稀少，它主要是因为秋冬这边通常来讲，因为天气比较冷、比较潮湿所以结果的东西不多，所以它是少数在秋冬可以整棵树都红果，然后可以吸引很多鸟来吃的。它们经过长期的环境的适应，甚至是演化，然后在这边发展为一个很完整的林相。那意味着它们是最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态的一个植物。那也当然，它能够提供这里的野生动物，不管是蜜源还是果实来源。像是我们知道，台湾危险蝶、台湾特有种的蝴蝶，它的最重要的食草就是大明菊。可是被砍掉了一整片大明菊之后，其实蝶会的人就很忧心。台湾北部搞不好最棒的一个栖地就在这里，就这样被毁掉了。当下我真的觉得你无法再马上落泪，但内心那个淌血，觉得说这一片林子怎么会这样？我完全是不理解。原来事件的起因是去年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台北双年展时，一位法国艺术家所提出的计划，名为“除回大地的艺术”。
他在参加这个台北双年展的过程中，同时他也意识到，当艺术家参加美术馆的一个大型的展览，势必会产生非常大量的碳排放。那到底艺术家跟这个场馆有没有去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然后提出我们的因应的方案？根据艺术家的估算，台北双年展活动总共产生了大约390公吨的碳排放。美术馆希望借由造林进行碳中和，委托台北市林业技师工会与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执行，由台北市政府工务局提供大轮尾山林地，伐除部分次生林，改种以台湾孝楠为主的树种，却引发砍树造林的争议。我看网络上说有砍大树、种小树，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是砍下来的树呢，只要超过15公分以上的胸径，都是在原地保留。好，如果是15公分以下，我们就把它就是伐除。伐除完之后，我们没有运出来利用，而是做横拨造林，就像是那个保护带那样子。各位看到这大明菊，就是很高、很瘦小的一种树种。所以刚刚提到的，如果超过15公分，那可能看不到它了。荒野保护协会指出，部分树种生长速度本来就不快，在缺乏详细调查的情况下，以直径大小决定去留，很可能误砍稀有植物。这一棵就是我们植调编号第74号的光叶林木。那它在我们红皮书名录里面，它是被评为接近受威胁的等级。那它意思就是说，它其实在台湾的分布是非常局限的。那以北部来讲，大轮尾山算是最容易看到它的区域之一。那其实在这次被伐除的区域里面，其实它也是散生在其中。那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树，它其实长到这样子的直径，它其实已经算是很成熟的大树的甚至是老树。可是也是一样会被砍掉，因为它的直径就不过就是这么粗而已。确实，这里有出现了像光叶林木，然后跟白果鸡齿树这样子的红皮书里面的保育物种。那在我们的示范地里面，确实会把这些标定，就是会留下来。那在这个地方，它也有留一些，不过就是刚好这个白果鸡齿树就被砍到了所以确实有一些粗糙的地方是要改进的。民间团体来到现场测量，在大约1公顷的造林地上，就发现将近50棵直径超过15公分的树被砍。这棵树的直径最短有超过30公分，比较宽的部分有超过40公分，已经将近50公分。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所留下这些植物，只是它象征性觉得强壮健康。但是并不太是这个森林里面比较重要的树种。像这一棵山枇杷为例，山枇杷是森林里面动物很重要的食物的来源，无论是嫩芽，无论是果实。原本茂密的森林变得零零星星，引发居民对水土保持的担忧。以这个图表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双溪净水厂跟我们的预计的开发区的一个范围的距离，大概就是700-800公尺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以目前的这个水的山坡的流向的方式，是往这个净水厂跟往上游的这条溪流溪沟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流动那未来这个地方，如果说你今天做了砍伐，然后再加上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实的把山林的水土保持做好的话，会造成这边的水的浊度会增加。我们从前期规划，请美术馆他们要评估，要避开坡度陡的地方。施作中也确认了他们没有机具来进场。施作后，我们大地处去勘察也没有发现异状，所以就水土保持这一块，其实目前我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那砍的树一定有裸露，有裸露一定会降低地表，一定会降低水陆海洋的能力，都没错，都是正确的。但是未来成林了之后，其实那个能力就回来了。大轮尾山一带潮湿多雨，地质容易崩塌，因此许多植物会长出板根。
像这种植物叫长尾草。那它的板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防止那个土壤流失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左右边的落差大概超过1公尺。以台湾肖楠来讲，它树叶是非常小的，然后没有板根现象。好，那再来就是它生长非常的慢，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这边的生态环境跟你未来可以提到要造林的环境、造林的树种，基本上其实是一种矛盾。另一方面，针叶树的碳吸存量也不如阔叶树，为何会以台湾肖楠作为主要造林树种呢？这些肖楠是我们拿来做示范用的，也就是说，这些肖楠我是种给大家看，告诉大家，其实经济林它如何跟我们目前这些生态来共存。此外，这些肖楠其实是未来我们要营造一个肖楠林步道的一个，就是我们就以种下去的范围，我们用手做步道的方式拉一个步道进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肖楠林的那种森林油气的感觉。台湾民间也好，或者是官方也好，长期在作为所谓这种景观造林，都会有一种想象，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营造出国外那种比较单纯的，比如说像针叶林为主要优势的这种森林。像我们长期志工在这里，一年四季这样子走，你会很清楚，它四季有不同的风情，它一点都不会输给所谓的单调的那种针叶林。工务局选择这片林地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它的固碳效率有待加强。我们固碳的效率是随着树林的成长，它的固碳的能力会渐渐降低。在小苗的时候，固碳能力会最强。那这片林子，这片次生林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其实它的固碳效率已经慢慢的趋缓了，甚至可能越来越低。假设一片森林已经存在10年，10年来累积的二氧化碳就是它的碳储存，未来每年的生长量代表它的碳吸存能力。严谨的碳中和规划必须确认人为介入后，森林在一定期间内的生长量比原本来得高，才能额外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可是现在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根本不晓得次森林它的每一年它能够新增加的碳吸存量是多少，我们就直接的就认为它的碳储存量少，就相对于它的碳吸存量少，它砍掉的树有2万棵左右，种的树大概是12000棵左右，也就是说，它种的远不及于它砍的数量。邱其荣认为，执行单位没有算出原有次生林的生长量，就先把树砍掉，无法确保20年内新植树种的生长量能够超越原有的森林，达到抵消390公吨碳排放的目标。如果说达不到的话，我建议我们应该要发起国赔，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我们市政府的树在上面，为了一个设计不良的碳中和案子，结果它被牺牲掉了。其实这个原意呢，是希望我们用种树的方法把这个碳给吸收掉，所以我们要做碳中和。其实美术馆的目的，真的希望展览产生的这个碳排放，我们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弥补回来？这个初衷其实是要让这个地球的碳排放可以减掉。那市政府应该是选择崩塌地，没有树的崩塌地，或者是在台北市里面的公园，或者是在台北市的一些荒地的地方，没有树的荒地地方去做造林的动作。我想这个对北美馆来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啊。要找崩塌地或者是公园这些绿地这些地方来种树，这个没有问题。好，有这种地点，我们其实大地树早就已经都种得差不多了。多数人都认同原生林应该尽量避免人为干扰，但次生林往往被视为需要改良的杂木林。这个地方在早年它是一个有人工垦植的一个区域，后来荒废了之后，树就开始慢慢长起来。在树慢慢长起来过程中，很多树种就开始一起长。长的过程中就会竞争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些树其实它们现在的树径都不是非常的大，然后生长的状况也不是非常的好。那当你林子里太过郁闭的时候，它的树干就没有办法变粗，因为大家生长竞争嘛。这就是我们认为这片林子可以去促进它健康。
台湾虎兔不是吗？不是，这不是。这片森林，因为它长期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那这边的树种呢，都是所谓的非常能够抗风的，所以它是非常适应这里的环境。所以呢，为了要适应这样子的强风，我们可以从它的生理上可以发现，质地是比较密的。然后它的树冠可能是比较小型的树冠，而且它的树跟树之间的间距都是很紧密的。那在这次造林当中，官方会宣称一点，就是说，因为育碧，所以森林不健康，需要被改良。可是其实所谓的健不健康，他们使用的评估指标，并没有让大家去知道他们评估的依据是什么。然后再量一下它这边的。最大91。这个91哦。或许这场争议真正的症结在于我们看待森林的观念。我想基本上呢，林相改良或者是林相变更其实它存在的一个我觉得不太好的观念呢，也就是人定胜天的概念。也就是认为我们人可以去改变林相，我们人可以把所谓不良的林相改成好的林相，那纯粹基本上应该都是以人工林的角度来做出发啦。但是以我们现在在谈生态系经营的时候，我们大概没有办法，你去替什么森林叫做好，什么森林叫做不好去做判断。我们需要的是输赢，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是分多金，对不对？可是你不是虫，你不是蚕，你不知道需要什么东西。但是你帮所有的东西都移除的时候，那些该需要的东西，我要一个枯枝，对我生来说，我要一只枯枝没有了。我要吃的东西没有了。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一片我们讲的所谓的次生林。其实次生林就是一种天然林的概念，就是这个地方崩塌后，它自己会演替出来的一片森林。所以从这样的角度里面去看的时候，最好的方式还是让这边的森林自己去演替出最适合当地的环境。不同的人与不同动植物都有自己看待森林的角度。当我们真正认识森林的美，也许就不会认为它需要整形。